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又来到了每周新闻系列，今天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这周的新闻相当有趣，最终幻想7的泳装踢法登上了热搜，引发轰动。台湾职业选手造就历史，成为第一人。艾尔登法环的全新 DLC 因价格过高引起了玩家热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哈基米马秀。首先就先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网络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有趣事件。日前一名玩家就在自己的推特发了一则贴文，内容写着美感大于现实，且每次都获得胜利，借此表达游戏女角色应该不被政治正确的元素所影响，保持美感永远都会比女角色被丑化还要来得受欢迎。就连他的推特简介也写了一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剑心的字样，时常都会发帖批评亚洲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女角色设计对比。然而那则贴文就遭到了一位名叫 The Dice Man 的用户转推，还写下了一句色成瘾者永远不可能成为游戏开发者的言论。此举引来了超过600万的流量，玩家都对于他所说的这句话做出争论，认为老色批也能做出非常好玩的游戏。有玩家就直接拿了尼尔自动人形里的 2B 作为例子，表示横尾太郎就是一位非常有才的游戏制作人，甚至横尾太郎曾经还在推特发文，表示 2B 的福利图太过多，要求大家压缩成一个 zip 文件，一次性全部发来。顺带一提 2B 不久前也因为以 DLC 角色参战碧蓝幻想 vs Rising 的游戏，能透过自爆技能在下一场战斗中以爆衣形态对战而引发讨论。由此可见，尼尔自动人形的游戏即便发售许久，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还是让人非常喜爱。当然，一些玩家也认为不应该随意说这些制作人是色成瘾者，因为游戏的成功不是因为诱人的角色，而是好玩的游戏性和故事。假设一个女角色穿的是另一套衣服，也不会影响游戏好玩的事实。觉得一些抱怨的人在乎的是暴露的衣服，而不是游戏本身。当然，也有一些人则讽刺的表示，正常的游戏开发者是不会做一些奇怪内容的，对吧？然后附上了艾比的照片，甚至还有人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游戏公司都会有这色成瘾者，因为大部分的游戏都存在着福利满满的女角色。针对这样的讨论，玩家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当然，说到了福利这个话题，最近除了 2B 的自爆装崭露风头之外，即将推出的最终幻想7重生更是直接引爆了整个社群啊！随着媒体评测纷纷释出，日媒也公开了其中一段过场动画。只见克劳德一行人来到了海边放松，爱丽丝和蒂法的泳装造型也随之登场，两人之间存在了巨大的差距。克劳德的第一视角加上蒂法的前倾角度，让玩家宛如克劳德一样对眼前的一幕震惊得说不出话。Tifa 这个3D 区王者又一次的成为了玩家社群的讨论对象，让游戏尚未推出热度就已经直线飙升，玩家们都纷纷称赞开发商非常了解玩家们的想法，认为角色的模组身材真的制作得非常精致，同时还不忘吐槽西方工作室的人物设计。Tifa 的泳装造型也在网络上疯传，大量的梗图和二创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就连模组也都被人给制作好了，让一旁的爱丽丝惨遭无视。只不过前者才发放福利，后者又突然来个转弯。随着重生即将发售，不久前最终幻想7重制版也突然迎来了 5GB 的更新。除了爱丽丝在结尾的台词出现改动之外，Tifa 在重制版回忆中出现的牛仔装居然多出了一件黑色内搭，让许多玩家感到崩溃。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两部作品的服装一致，以避免模组上出现 bug。但突然多出来的衣服自然也不会受到玩家们的喜爱，大家都纷纷跑到了游戏页面留下负评，谴责游戏和谐化的行为。对于 Tifa 突然多了一件黑色内搭，玩家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些电竞实况圈的消息啦。首届快打旋风6的官方赛事卡普空杯日前也终于圆满落幕啦。这次的冠军选手是由台湾的卡加米 aka Uma 打败了香港的 Chris Wong， 拿下首届冠军。总决赛可谓是相当精彩。卡加米一开始虽然败给了 Chris Wong， 但在决赛 reset 的时候顶住压力，连续拿下了3场胜利，成功抱回$100万的冠军奖金。尤其是最后的完美格挡， Perfect carry!
feng shui. Look at the setup for the feng shui engine. The corner carry is going to be so significant, and so is the burnout. 更是把局势扭转回来的关键，让全场热血沸腾了起来。只不过，对于乌马拿下冠军一事，也发生了不少的趣事。众所周知，快打旋风6的发展与 Hololive 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被称之为宣传大使的 Shishiro 和其他的 VTuber 都有以初心者或者是选手的身份去实况快打旋风6，还参加了 CR Cup 的赛事，成功让快打旋风6的游戏被更多人看见。当然，过去也有许多的选手拿着自家推的物品来到现场展出，而来自台湾的乌马则在决赛的现场身穿 Hololive Gamers 组的狼妈大神灵100万订阅纪念服的战袍出战，这让乌马不仅是因为100万美金而引起讨论，还因为狼妈的服装而掀起了热烈反应。赛后还收到了许多 Hololive 成员的祝贺，像是 Fubuki 就说了最强的 Mio 粉诞生了，甚至是狼妈 Mio 也发文祝贺乌马的胜利，还因为这款已绝版的100万订阅纪念服再次引起热议，让 Mio 决定和运营讨论是否有再售卖的机会。乌马的胜利可以说是让这套服装的含金量直线飙升，既是绝版又是世界冠军的服装。当然，这次乌马赴美出战的经历可以说是相当特别，因为他这次前去海外只带了300美金，而引起社群的讨论，纷纷好奇他要如何在那里生活下去，并透过他的口中得知自己每天只吃一餐，让大家都替他感到同情。只是最后从300美金变成了100万美金的奖金，可以说是相当激励人心 ，Happy Ending 啊！然而事后，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也发文祝贺这位来自台湾的选手，却惨遭网友们的吐槽，批评他们零贡献蹭热度就贼快。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卡普空杯赛事是游戏公司自办的商业性职业赛事，而非奥亚运体系类的赛事，属于选手以个人名义参赛的模式，因此就无法提供补助。只能说那个时刻的乌马完全就是人生赢家啊！另一则新闻，随着2月即将结束 ，Twitch 也在2月27日正式撤出了韩国市场。在停止运营之前，实况主们可以说是放飞自我，各种违规社群规范，直接在直播中实况管理员的窥视等。只不过，韩国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在 Twitch 离开之前来了一个背刺，在对 Twitch 平台进行调查以后，以停止实况主使用 VOD 等服务，导致损害用户权益为由，对其开出了一张4.35亿韩元的罚单。不仅如此，他与竞争对手 Kick 平台也因为有涉及赌博内容的关系，不久前就遭到了土耳其给封禁。只能说 Twitch 这几年都一直是多灾多难啊。最后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新闻。玩家们盼望已久的《艾尔登法环》资料片，在不久前终于有了全新消息啦！《艾尔登法环：黄金树幽影》将于2024年6月21日上线，新增了全新的独立游戏地图幽影之地，大小比《艾尔登法环》交界地的宁姆格福还要更大，新增了更多的新武器和 BOSS， 让玩家跟随米凯拉的脚步，揭开《艾尔登法环》中不为人知的秘密。透过制作人宫崎英高的采访，玩家都感觉这一次的资料片内容极其庞大，宛如一款全新的游戏，更是贩卖了附有模型的限定版。因此，对于较为昂贵的 DLC 售价感到相当满意，甚至有玩家对于黄金树幽影的资料片在公开售价以后没有被玩家们批评的遭遇而感到欣慰，认为他们得到了玩家社群的信任和尊重。只不过，还真的是有不少人在批评 DLC 的价格，毕竟 DLC 的售价真的是足以买一个3A 级别的游戏了。但社群声浪出现更多的讨论，是玩家们给予 From Software 的支持和爱。不知道玩家们又是否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呢？除了《艾尔登法环》之外 ，Atlus 旗下的真女神转身5不久前也公开了加强版《真女神转身5 Vengeance》的新作。这部作品是《真女神转身5》的完全版，不仅对游戏的系统内容做出优化，还新增了全新的剧情——复仇女神篇，让玩家和一位新妹子一同冒险。只不过，《真女神转身5 Vengeance》也因为独立贩卖，不提供升级版本的功能，让老玩家以原价买入新版本。就连旧版的存档在移植之后，也只能获得部分恶魔和奖励。昂贵的游戏价格以及独立贩卖完全版的营销手法，让玩家们感到相当愤怒，还因为在推特纷纷要求公司停止完全版的贩卖模式而登上趋势。再加上它又跟《艾尔登法环：黄金树幽影》同日发售，被玩家们纷纷拿来做比较。人家的 DLC 虽然卖的价格较贵，但至少内容都是满满的。反倒是真女神转身5的完全版，
只加了一个女角色和额外剧情。对于 DLC 的营销模式和价格，你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最后一则新闻，日前一款名为《Realm 王权之翼》的 MMORPG 新作于2月27日全球上市。然而，韩国游戏大厂 NCSoft 却在不久之前指控开发商 Red Lab Games 与 Kakao Games 在未经授权下，利用 NCSoft 的著作权涉及不公平竞争行为，并对其提起民事诉讼。随后 NCSoft 还指控 Realm 王权之翼抄袭天堂 W 的内容和系统，当中就包括了游戏元素、UI 界面和美术等等，质疑这款游戏的原创性，认为是未经授权窃取 NCSoft 的知识产权。同时 NCSoft 还提到了 Kakao Games 推出的上古世纪战争涉嫌模仿天堂 2M 的内容和系统，并以相同的理由提起了民事诉讼，强调是为了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也是为了巩固南韩游戏产业的竞争力。对此，玩家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另外，现在只需1元加入我们的 Patreon， 每个月都会有游戏相关的 giveaway 哦。这里是玩家机密，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